你阿爷的事，什么时候想查了？随时来找我。阿兄，帮我。 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会咬死老虎的。来日好友，来日好友。谁扔我？老子不要，这人是恶狗。哎，你这孩子又胡说八道。他身上的衣服长光紧，寸紧寸金。你既说是我阿耶，那就快给人赔钱吧。赔吧。是总壮，我先替他向小郎君赔罪。您这衣裳我们实在是赔不起，家里为了给他阿娘看病，把钱都花光了，还请小郎君您大人大量，就宽宥我们了。这穷苦人家不容易，就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那你把他赔给我吧。哎，快跟阿姨回家。你的女儿，你知道她多大？身上哪里受过伤？喜欢什么吃不得什么？要不要咱们去衙门一一对质啊？哎，小郎君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大郎君，家主只是一时气急，下手重了些，罚得狠了些。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既是来日好友，便再送你一程。阿爷，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14郎在浣花溪边纵马的第2天，你我第2次见面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染了家属红，在染房给我看的便是，对不对？你也早就猜到我阿耶的死与牛家有关，是不是？不告诉我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你个狗官！学会了，这招我还没用过，对我不好使。
我做的事很危险。你也要劝我不要匹夫汉书吗？我是想告诉匹夫，汉术的时候，倘若要摔下来，别往哪边摔，会有人接着。你知道我会来，你在等我。也不完全是。你到底在山上发现了什么？有人往山里运丝，你说他们这是要做什么？那日我让你看的碎布料，便是从那些人身上割下来的。我已经让人根据你的指点，去山里找位置了。一旦发现，如何？道之所在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杨金兰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吧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们合作。合作？你想查什么，我都能帮你。但是我需要知道，我们若是合作，你背后之人能不能护住季家？你怎么知道我背后有人？我就不能是单枪匹马来的。光靠你自己能考上警官？但凭我自己，风霜刀剑，庇护季娘子平安。我的平安由我自己来护。我要染出真正的曙红丝，你能帮我吗？阿耶死后，我便无法见血，恐惧流动的红色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染不出曙红丝的原因。当年你与我一起看见我阿耶之死，杨金兰，帮我一起面对他。一会儿不管我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停下来。好。这可是曙红丝啊！自家阿爷所创的丝，失传多年，却被他人所染，他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以理解。继续。不要跟你无法抗衡的人为敌，这样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到此为止吧。晋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
对不起，我没有护住你的蜀红丝。阿爷，莹莹不怕，这不光是血的颜色，它更是蜀红丝的颜色呀！啊，拿着。阿爷，我不怕。阿爷，我不怕。我一定会染出蜀红丝。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哼！季娘子，哎呦，你是鬼啊！你一大清早的跑来我，大早上闹什么鬼啊？你受伤了？我去叫诸葛来接你啊！哎，我能和你聊聊吗？你的伤口需要赶快处理，我见不得血。你怕我连累你？打扰了。等一下。最好你惹的不是什么大麻烦，不然我把你丢到江里喂鱼。等着。这是李白。你让我说那些蜀地人名时，便想到用来做这个了。多谢杨警官赐教，我准备联合警户做一场锦衣售卖。你要入锦衣了？季娘子果然志存高远啊！我们家以前本来就是织锦的。你来这边坐。季娘子这是准备给我格连医治啊？我又不是大夫，你要救命也不会找我。那，擦擦伤口。
你看起来心情很不好，可是因为打输了。我看着像输不起的人吗？那得看输的是什么。季娘子认为什么不能输？对我来说，是家人和信念。还记得初入江湖的时候，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。谁若敢在我面前伤天害理，便要先问过我的剑。可如今做了官，却都不一样了，似乎没有了黑白，也没有了善恶。你若想把恶鬼从地狱里面揪出来，就得自己先到地狱里去滚一遭。我都这样厌恶了，我师父那么爱干净的一个老头，又是怎么忍下来的？季娘子似乎不愿意跟我聊天。杨警官说话向来草蛇灰线，步步为营，我听不懂，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聊。你想知道？可你若知道了，就下不了这条船了。我得先知道答案，再考虑要不要上杨警官这条船。那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捡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不知道。上任警官沈如风是我师父，我不相信他是病死的。我这次回益州，便是为了来查他的命案。这厮，就是我在查此事的时候得来的。这厮用的是我阿耶蜀红丝的配方，但染丝与织锦不同，天气、温度、湿度的不同，都会导致丝线颜色瞬息万变。染丝的人必须站在染缸边随机应变，所以，即便有了秘方，也未必能染出真正的蜀红丝。你说这丝是假的？为了增亮固色，用硫磺熏制过，与真正的蜀红丝谬以千里。我阿爷去世后，市面上偶尔也出现过仿制的蜀红丝，我见过几次，这次这个算是最接近真品的了。杨警官，上次你说宫中急需蜀红丝为皇后补衣，你不会病急乱投医，把这丝当作蜀红丝交往长安去了吧？你可还记得你阿耶因何获罪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师父临死前，就是在调查蜀红丝，还有你阿爷的案子。季娘子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想要的，很有可能会是同一个真相？原来这才是杨警官今日来找我的目的。来之前没想说的，可不知道怎么了，聊着聊着，就都告诉你了。你不相信我？来日方长，我会让你相信我的。不过现下，还劳烦季娘子伸出援手，帮我系一下这个布条。热水免费，伤药无钱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来，哎，你系得轻一点。
金娘子这手劲够大的。蜀红一出，千红枯，6宫粉黛无颜色。可惜，自季归南获罪身死，蜀红也自此绝迹。多年来，我赵家儿孙们立志重现蜀红的风采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无孙赵修缘，也是赵家的未来家主。终于研制出了这能让千红枯竭的蜀红。这赵二郎不是织锦的吗？怎么还学会染丝了？难道他跟那个季英英他们俩这？各位也都是锦业的老人了，也都见识过当年蜀红之绝伦。今日就请大家瞧瞧，晚辈所染的是不是真正的蜀红？不是早就失传了吗？哪像？这些年，人人都说染出来了，可结果呀，都不是。传季氏兄妹速来赏赐。哎，赶紧，把今天赚的钱数数，我们跟于家46分成。行，46分成。哎呦，今天可真没少赚。不好了，赵修缘染出了蜀红丝。杨警官，今日请你来，就是要你当众断一断，这蜀红丝是真是假？尤将军，这蜀红丝真假肉眼难断，但下官记得，当年蜀红丝过碱水而不褪色，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上碱水。请各位勘察。恭贺赵二郎重现蜀红丝。尤将军，赵二郎君既染出了蜀红丝，又是未来家主，可喜可贺，前途无量啊！杨警官，这蜀红丝，诸位，可还有人有异议啊？我有异议。季娘子来的正好，看看与你阿耶的蜀红丝有何区别呀？洋洋，你有件事的，即便你再机密，也无疑是匹夫寒暑。三思啊！这丝颜色不对，真正的蜀红丝经碱水，颜色分毫不褪，可这丝却暗淡了。诸位可以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
若是以前的红有10分，那如今便只有7分。大家可都看出区别来了吧？田旭，你辛苦染出的蜀红丝，现在季娘子在当众质疑你，你不说句话。众所周知，蜀红丝是季伯父所独创，自家阿爷所创的丝，失传多年，却被他人所染。他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以理解。仅有风姿，人亦当有风骨。今日我便不信，在场只有我季莺莺一人能看出这丝褪色。在座的诸位都是以景为生之人，辨色能力远超常人。今日是非黑白均在诸位一身，我恳求诸位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看看是否真的丝毫不差。诸位，此事关乎蜀锦技艺，倘若这千秋蜀锦仅凭一家之言，怕是也走不到今天。还请诸位三思，恳请诸位直言呐！刘将军，晚辈眼拙，着实瞧不清这褪没褪色。不过我曾亲自摸过季家染制的蜀红丝，这手感确实是不一样。是。杨家二郎，你这手感同季娘子那眼力一样，俱属一家之言。想清楚再回答。哎，季娘子，嘿，你就是想当众问个明白是吧？好，本将军帮你问。杨夫人，这可是蜀红丝啊！民妇只懂生意，不懂织锦，所以也看不出
这厮有什么区别？孙掌柜，你说是蜀红寺吗？自然，自然。王掌柜说，千真万确，这确实就是蜀红寺。大家觉得呢？确是蜀红寺。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。英英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权势。金娘子，既然大家都觉得是，你又何必自欺？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。英英，假蜀红，真是你染出来的？现在是了。你明明知道我最在意什么，却亲手毁了它。赵修远，但愿我从未认识过你。英英，不要跟你无法抗衡的人为敌，这样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到此为止吧。大婚之日，这些话还是留给你的心腹吧。我又何尝不知，贾蜀红是刺向你的一把刀。可是这把刀，我不拿，也会有别人来拿。